这次的太想到处吃，来到了哈马星这里，原因无他，就是之前的鼓山鱼市场要转型成新宾厅海洋厨房。如果从轻轨或哈马星站2号出口出站，只有免费接驳车可以搭乘，如要不行也约10分钟左右。我的话，则是从1号出口慢慢散步过去。如果不想不行，也可以骑 U-Bike， 目的地也有站可以还车。一出站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路标告示牌。如果从1号出口这边走，约5分钟就到了。也是因为很久没有步行过这段路，所以才选择用走的。那看到鼓山轮渡站的同时，就可以看到全新招牌的新宾厅海洋厨房。也还好，这边早就改成单行道了，才不会挤得水泄不通。话说，虽然这边算是2次开幕了，前身是鼓山鱼市场，但这次由汉神集团接手，又是全面的大改造，除了现有地点不变，几乎店家与外面造景都更改了一番，算是有别以往的全新开幕。那等等，就让我们一起进去瞧瞧，看看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。我这次是提早到，店家都还没开门，迎面而来的当然就是开幕记者会了。那就趁这个时间来逛逛外面的造景吧。这边就是刚刚讲的 U-Bike 站，从博2骑过来也行。房子也经过特别的色彩处理，看起来格外缤纷。这边的汽机车停车位置不多，真的要过来，比较建议搭配大众运输，步行过来，这样延续往旗津的行程也较为方便。这装置艺术是不是在哪边看过啊？是之前放在旅运中心那个作品吗？靠海边的造景，反而是很特别的荒野风，居然有带刺的仙人掌，这真的是很大胆的创意呢。另外搭配起有天棚的露营户外桌椅，感觉能稍微抵挡一下高雄炎热的天气。另外还有一台露天的饮料车，如果是下午来这里，配上一杯冰凉的饮料，面对零距离的海景，又没有风吹沙的干扰，这真的也是非常舒服的氛围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没有开到很晚。之前鼓山鱼市场的地标之一，羽翼造型的艺术装置，也变成这棵新型树了。这次的改造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多了很多遮阳处，这样望眼过去，至少多了将近20-30个位置可以乘凉，比以前来讲是方便很多。那一边的乘凉处更是大胆的用起这种遮阳装置，感觉超级舒服的，真的是都被坐满了，而且一个棚可以挤下4个人左右的位置。逛了一下，刚好有人离开了，马上就会进来这个空间来体验看看，来看个海景，稍微放空一下心情的。这位置真的很舒服，会让人不自觉就躺下去了。但这露天的摆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灰尘，虽然这是可掩盖式，不过时间一久，难免还是会脏乱。如果再遇到下雨、潮湿等等的环境问题，可能使用一段时间也就会收起来了吧。用新宾厅这个词当招牌，也是呼应哈马星当地的旧称，也不会再被归成鼓山鱼市场不卖鱼这种言语吧。这边表定是11点半开门，有好几处出入口，也不会太挤。终于等到开幕时间到了，那就正式开始今天这趟美食探访吧。来看看这15家店家能展现出什么样的美食吧。这个星期，台北、高雄都有新的展场开幕。台北有来了 Power 南港，约20日正式开幕。那高雄就是22号开幕的新宾厅海洋厨房，集结15家不同风格的餐饮品牌，并网罗多间全台独家餐饮品牌。全台独家，日本日乃乌咖喱也首次插旗在这新宾厅海洋厨房。
另外说到在地海洋食品品牌，那自然也少不了顺义这个提供美味生鱼片的店家了。那其中最受人瞩目就是这间一换拉面，号称来自北海道的超浓郁鲜虾拉面，由与众不同的拉面口味来虏获每个饕客的胃。那这次也是特地来品尝一换的鲜虾拉面。接下来往前走，则是大手前铁板烧，这算是有独立座位的店家，比较方便一点。现在是一进门就先来拍，所以人潮看起来没那么多。等到真的点完餐时，才发现全部座位都坐满了，只能到处逛，等别人吃完才有位置。打水湾酒楼1833 Bistro Club 也是有独立座位的店家，这间我就比较没研究了。那这间这盘烧烤也是排队排得非常长的一家店，由日本东京台厂经营烧烤厂，用这盘烧烤的招牌首次登陆海外，全台首创全新日本 BBQ 文化，提供消费者品尝 A5 等级日本黑毛和牛、海鲜等等的不同口味。另外独特的点餐酒水，也按照顾客不同的需求提供适合的餐饮。那整体而言，这15家店家包括了不同层面的口味，正餐、下午茶、甜点、伴手礼应有尽有。相较之前鼓山鱼市场的经营团队，似乎多了几分活力。那刚刚也有提到，这是全新开幕的新宾厅海洋厨房，是由汉来集团来一手包办。以汉神的美食街等级来讲，消费者应该会对这次的改造比较有信心吧？不知道各位观众对哪间百货的美食街最有印象呢？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那整体的餐饮价格来讲，正餐的部分跟百货美食街是差不多等级，有点偏观光区的售价水准了。像这样就真的只能吃观光客的人潮，对当地居民的即客力应该是很小吧。夏天这边还会有人潮，但冬天可能就会直线下降了。那美食区的座位还算宽敞，不会太挤，但有些桌椅偏低，当下午茶点心桌还可以，但要吃起拉面、饭类，要一直弯腰就会很累了。那就准备来排一换拉面了。刚刚行程安排错误，应该是要先来排再去拍。现在来排都已经排到门外面了，加上这次有活动，足足排了将近30分钟才点到餐。菜单也很简单，就3种口味而已，其他就是饮料跟副餐而已。价钱其实跟日式拉面也差不多，算是还能偶尔来吃一次的等级。开幕的活动主要是打卡送饮料跟转转乐。转转乐的最大奖是免费1碗，基本奖就是加面或饮料。排队的时候，采访媒体也刚好过来，一堆人的头上瞬间多了一堆摄影机。那这次点餐的口味是甜虾味噌，另外再加1碗白饭，这样刚好300元，能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。抽到基本奖，那由于有打卡送饮料，所以这边我选择了加面，算是300元拉面有加面跟饮料的品项，算起来还可以。这样的人潮只有2个工作人员，感觉真的超忙，忙到爆。我的餐点也等了将近半小时才做好。店家是用这种电子提示机来提示。那就一边等餐，一边到处找座位吧。店内的位置真的都被挤满了，离餐点应该还有一段时间，那就先到隔壁的轮渡场上个厕所跟逛逛。这做的还挺不错的，以一个美食街的 logo， 不知道各位观众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有把锤就更好了。历经了9981转后，终于有对好心的夫妇让位置给我，也还好不用体验日本历史的滋味了。那在座位上等了10分钟后，提示牌终于叫了，这卖相跟香味真的还挺不错的，那就赶快来品尝这美味的甜虾拉面吧。如果是喜欢吃辣的，这边也有调味粉可以使用。虽然号称是甜虾拉面，但整个餐点里面是没有完整的甜虾，基本的溏心蛋跟叉烧也还是有的。
可能会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天妇罗炸虾拉面会有很大的差别。那参考网络的资料后，是说整锅的汤头都是用甜虾熬煮而成，就像是某牌的鸡精都是用好鸡下去做的。由于我是有加面的关系，面跟汤的比例不太搭，甚至有一种汤都被面吸走的感觉。面条是蛮有 Q 劲的，口味是真的有日系感。招牌的虾酥直接加起来丝是硬脆的，还是会建议直接拌在汤里就好。面多到有点舀不起汤了，那就赶快先吸个2口面来吃。这种木匙有点不太方便，不太好舀汤，面也不容易放在上面吹凉。是也可以像日本拉面吃法，吃到咻咻叫。不过这样整个镜头就都会是我的头皮了，那还是维持这样的吃法就好了。至于味道，既然号称浓郁，那相对的意思就是咸。当初第一次到日本吃一兰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蛮咸的，但不是那种不好吃的咸，是那种会残留在嘴巴很久很久的味道，是那种吃完一讲话别人就会发现你吃拉面一样。也难怪日本拉面店都要放上一壶满满的冰水，我觉得这里也要比照办理啊。这次还另外加点了白饭，就是要来试试拉面粥这流传已久的吃法。看这个汤头就知道这味道有多重了吧？也刚好这次有加面，这样就一定能吃饱。以往吃拉面都会有一种空虚感，好吃归好吃，但分量总觉得有点少。如果没可以加面、加菜，走一走、逛一逛就又饿了。所以这次转到加面，算是小确幸吗？不过也说真的，这碗料真的也不多就是了。面吃的也差不多了，那就准备把饭加进去吧。我觉得要用这种吃法前，一定要快速把面吃光，而且还不能喝太多汤，还要保留汤的温度，这样饭加下去才会有热度。要不然吃到冷饭冷汤的感觉也不好吧？不知道各位观众的吃法又是如何呢？刚刚木匙的问题又出现了，等等吃相可能会有点糟糕，还请见谅。那也聊聊这间拉面的口味，尝鲜我是觉得还可以，对于有选择困难的人来讲也很方便，3个口味直接选就好，不用管什么多盐少盐、多油少油、面软面硬的问题，一种口感吃到底就这样。那要说其他的优点吗？也没有那么突出。虽然是标榜北海道口味，但总感觉还是少了点什么。甜虾的味道是有，但像我是味噌口味，味道就会有点被抵消掉，算是蛮可惜的。如果有选项，可以把叉烧换成是完整的甜虾，那口感跟麦香应该又会再上一层楼吧。当然，以上都是纯属个人观点，只是单纯觉得这样应该也不错而已。那这边也讲讲这次新兵厅海洋厨房的感想。虽然引进了不少知名店家，但老问题还是在那边。极客力的问题跟整体的观光人潮是否能吸引过来，这些都是经营者要思考的问题。总不能这次开幕完，下次又开幕，下下次再开幕，这样的无限循环吧。虽然外面造景有改，内部店家有换，那最后还是希望这里也能成为新的地标。刚进来时，灯光还没打开，这在晚上似乎也能有一点星空隧道的感觉。不过这边的营业时间就只到晚上9点而已，想来的观众也要看准时间，以免扑空。那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